难道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？我没有。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，就是要让你明白，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、固执不变的，他是在变化的。多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，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。张都，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？1年8个月。哦，老话说，3年学徒，5年半熟，7年成师。你看，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，就已经做上了长脸了，而且还上了电视。你比我强多了，你有出息。哎呀，我哪敢跟您比呀？您可别笑话我了。你这个人呢，聪明、肯干，很不错的，就是在做人做事，啊，要跟那个坐纸一样，108道工序，要脚踏实地的，一步一步的来。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？从我来宣家起一直到今天，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，我没有偷过1天的懒啊。不要急。我没急，师傅。是，他们是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我做了多少，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。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。我知道，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，我都清清楚楚。师傅，既然您刚才提到了，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。想说就说，你说我听听。千年宣家，1000年传承。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。说下去。返璞归真，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。还原古法，坚持古法，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，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。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越是要坚持自己，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。我坚持传承，但我更坚持创新。宣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、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讲，要脚踏实地？你想造好一张好纸，这没错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，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，还有怎么卖啊，还有那些荣誉，得想多了，那纸就造不好。我造纸的时候，我没想这么多呀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啊。哎。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家纸这么没有信心。我怎么没信心？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？票买好了？小林帮着买的。
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。你说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，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。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，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，可是8天都见不着人影，还不如一个外人。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，别当外人。我有这个命吗？哎呦，行了，你别在这儿忙活了，你赶紧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准备，还要去北京呢。这儿有我呢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过细一点啊。哦。师傅，去年祭祖大典，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，还有好多东西。我看这日子临近了，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？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地为进松河斋而准备着。今年的祭祖大典呢，我看就先放一放，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。迟也好，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。那您先忙着，我回去了。好。您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，我给你泡个茶去。哎，别泡了，我这喝一晚上水了。你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回去了，我还有材料没写。也，你再坐一下，就一下。来，哎呦，行，我自己来吧。来，请坐。那你说，你说说看，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制好，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制好？不是张度，我这也不懂啊。你这么聪明，你一定懂。我哪儿懂啊？我一点都不懂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蠢的很。光聪明，你还智慧。这话让你说的，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。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。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，我继承千年传统，我有错吗？说实话，我挺敬佩你的。但是可悲呀，宣家人不这么想。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？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，也许有他的道理呢。不对，我是个外姓人，我不姓宣。哎，行了，别喝了，喝够多的了。你呀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我也该回去了啊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如果我是宣言的话，我的坚持就没有错。那我跟你说，那是你以为。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见武陵桃节木，无花无酒出寸天。哈哈哈哈！
别看了，看也不让你捞，你都绝版了。就这几个人，就这点活，还有哪你不放心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马上去北京，这家里啊，不能出任何闪失。干嘛？哎，师傅，你张度怎么没给你再写老纸呢？他今天没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身体不太舒服，请1天假。啊，不是身体不舒服吧？那是心里不舒服。哎，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，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，这不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次去北京啊，要待个好几天呢，大伙儿要警醒一点。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？火呀！对，咱们这个沾不得火，沾火就出事儿。质量特别好，特别润啊！哎，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，580。哎，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，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，特别好，对吧？还有那边，啊，您先自己看一下啊。先生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是来谈合作的。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。你有预约吗？麻烦您给带一句话，就是金县宣家，在康熙年间就跟松鹤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。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。好，那你稍等。哎。老人家，您是从京县来？是啊，您请坐。哦，倒茶。哎呀，我比较忙哦，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。好，我是宣城金县的，我叫宣永年。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，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啊。请您来看看。哎，您先喝口水啊，谢谢你，不用。您看哦，宣氏的宣纸。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。这些呢，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。这些都是手工纸啊，好纸好纸。是啊，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，青檀皮啊、沙田稻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，有1000多年历史了。松鹤斋啊，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，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。听说过。宣总，您叫我小徐就行。宣纸采购这块儿我负责。哦，是这样，宣总，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，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，好多年了。我知道，我们是合作了近100年的了。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？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，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。宣总，哎呀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，
而且合作的一直非常好。徐经理别误会，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。我是说，纸卖的好不好，质量很重要。我就以质量来说话，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。如果说不行，质量不过关，二话不说，我扭头就走。您看，您看。来，帮帮忙。您看看，青如蝉翼，白如雪，抖如丝绸，不闻声。泼墨似云，分五色，久藏不住，色如新。宣总，您看这样好吧？你把纸先放下，留个联系方式，先回去，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？是这样，徐总啊，我知道您忙，不过呢，我可以等，我就在北京等。这样啊，宣总，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，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。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，至少您容我几天，我请专家来试试纸，总可以吧？这个我懂，它是规矩。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。那就先这样，你把电话留下来，咱们以后联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们两个去哪里啊？哪里去啊？不是，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，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，线上都发你了。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，的地得不分，标点符号乱用。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，估计也好不了。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？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？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，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，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。去一个不就行了？廖主任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。嘿，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，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。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，有高度，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，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。哟，这么厉害！林然，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、做记录，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。真是的，这张度，那肯定是我去呀！我给他拍的视频都100万点击了。好，你厉害，那你去吧。行，那你去方广平家，我去拍短视频。哎，去吧。走了啊，廖主任。你慢点吧。哎，交给我了，走了，拜拜。你这个2把刀，会不会开啊？别光拍短视频，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慢点开。喂，永年，事情谈得怎么样啊？那还能谈得怎么样？人家一听是安徽泾县来的宣家的，那非常热情，又端茶又倒水的，你放心吧。那太好了，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！哎，北京大，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？事儿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！耶，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？再怎么样，人家也得按规矩来，找个人试纸。还没试纸呢，那就是事儿还没办妥呗。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？他找个人试纸，走过程，走完了这个过程，我就回来了，也就最多耽误3、5天时间吧。哎呀，行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，都到了北京了，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。好了，兄妹啊，我累了一天了，也谈了一天，
我想早点休息了啊。反正你放心，谈完我就回来。什么情况啊？玩消失吗？你挺会享受，去找灵感吗？找个地方跳海。死远一点是对的。来，走，快点。小东，还有多远啊？咱们翻完这座山，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。还有一座山。啊，不行了。宣纸，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，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，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。我觉得你说的都对，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，要是再爬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坚持一下，走，慢一点啊。我们就在这儿拍。好啊。这景不太行，咱换个地儿吧。还换呀？张度，你到底是要拍风景，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？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，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，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来找。回家先别急着用，找一阴凉通风地儿，什么都不用管，就放着，让它退火，有个1到3年，比现在还柔还软，吸墨性又好，到时候您就用吧，自然晕散，墨分5色，那叫一地道。得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没问题，您听我的，包满意的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您慢走啊。您真棒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您真是太懂行了。您高抬，怎么着？要买纸？哦，来看看。您随便看，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。有话您就直说呗。您这啊，您看看。宣誓纸业，不讲名头，只聊品质。好纸，正宗的上好宣纸，难得呀！哎呀，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，它够格吗？这可由不得我，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呐。您就实事求是说，它跟别的纸比起来，它怎么样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我就负责卖纸，别的我不能乱说。您实事求是说，你怕什么？大叔啊，您这跟打卡似的，上午下午各来1次，真的没这个必要。我们徐经理啊，他最近真的挺忙的，他很少过来呀。我知道。不急，我能等。
4天了，上午来一趟，下午来一趟，他就是不走啊。宣总啊，你好吃。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？不用，我这在吃什么？我给你倒点热水。是。来，您坐。谢谢。坐。哎呀，这都4天了，您没回去，每天都到这儿来。事儿没办好，不好回去。哎呀，这样啊，宣总，有一个专家，是大师，这几年呢，经常到我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。哦，我联系一下他，请他给您试纸。如果他说您的纸好，那么咱们这一关就算过了。太好了。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，约他的时间。你说谁？江自流啊，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。曲经理，能不能换一个大师？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。您是怕他太挑是吗？我倒不是怕这个啊，我怕他不懂。他，哎呀，宣总啊，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，我是壮着胆子，您知道吗？如果这你还挑3挑4，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！哎，徐经理，我不挑，就请他试纸，那行，那您等我电话啊。哎。我跟你讲啊，纯正的古法纸啊，未必就好。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10年，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？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，啊，整体品质就提高了。古法纸传承1000年，自然有它的道理，看各自追求什么吧。好，来，你看啊，这是你做的纸浆，杂质多，看见没有？我们洗料啊，接上下水循环洗，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，带料上就干净，白度高。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，不能只追求白度啊。嘿，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。传统做到极致，才有机会出圈儿，怕就怕没有特点，了不靠。嘿。江老，欢迎江老，欢迎江老，欢迎江老大驾光临。我等你这电话等的可是够苦。哎呀，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呐？最好别让我失望。绝对是上好的宣纸，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。好，那就试试。麻烦您。
纸，好纸啊！泾县宣家的新纸，但是好过10年前。姜老，您真是神了！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了，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，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来收吧收吧，来。徐阿姨，哎，林姑娘来啦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哎呀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。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，可新鲜了，还买了灶台锅巴，都给你做。不是那多麻烦呀！哎呦，不麻烦，你轩叔又不在，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。我刚想问呢，轩叔那边怎么样啊？我也正想告诉你呢，试纸了，觉得特别的好。哎，你说巧了，那试纸的是江自流，宣言那师傅，你见过的？哎，说来呀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江自流这个人啊，10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，那时候宣言还小呢，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，那样的纸。那要求可高了，可事儿了。2个人一见面就吵，吵完了还见，见完了还吵。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，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。那证明他真心认可轩叔叔做的纸啊。那当然了。不过这能不能合作，还得看缘分。叶师傅，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。这都跟松鹤斋合作了，还不算好纸啊？还不够。我说的呀是古法纸，纯古法，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，捞出来的纸那也是一模一样的，说不定还能更好呢。跟古人一模一样，累不死你。你这一点呀，跟老轩一模一样，没苦硬吃，我可不吃啊。夏虫不可语病。想考古，挖坟去，这是纸厂。小鱼啊，你叫张大师好心教你，你就好好学了。就是，我师傅没死呢，我用得着他教我。你少讲2句吧，人家现在是传人2掌柜，师傅不在，就他说了算。哼，我吃葱吃香，我还就不说算。哎，动不动就古法，古人怎么做纸，他看见了。我跟你说，让他下去问清楚，再上来跟我讲，好吧？各位师傅们，你们一定很奇怪，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明天休息，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，一起探讨探讨。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，还请大家务必光临，不吝赐教。我马上订餐厅，把地址发到群里边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，直接说，别跟我客气啊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嘛。张杜哥，我明天有事。我不去，我没空。那他俩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你能请吃啥好东西啊？
宣言做的，啊，你知道卖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999。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间，你别看它小，它物有所值啊。宣总，不客气，喝茶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宣总，真的是对不起你。啊，姜老没得可说，一通夸，说纸好，好纸。可我跟老总一汇报，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：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，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？徐经理，这个您放1万个心，我们您坐。是这样，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，每次来的人都跟你一样，看着忠厚老实，拿的纸也都非常好。可是等合同一签，定金一拿，扭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徐经理，我们宣家跟宗克斋的合作，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，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。亏，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。宣总，我们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？问题就在这儿，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。宣总，这件事儿，我真的是尽力了，您都看到了。再多说，你就是为难我了。薛叔叔，不是说试纸挺顺利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试纸呢倒是顺利的，但是呢，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。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，将来产品的质量啊，他怕难以保证。我明白了，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。那我觉得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？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，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。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但是恐怕也难，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，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。哦，哎，老薛，那个江自流，你不是说那个江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？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，你去找找他嘛，行不行？江自流，他，我觉得江自流一直往您家来，不去别家，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。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，我觉得您找他，他肯定会帮忙的。就是，他江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，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，而且当年我们2个人还掀了桌子的。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，是你先不对的啊。当年宣叔叔说什么呀？他说人家狗屁不通，狗屁不懂，是不是？薛叔叔，那就冲这一句话，您就得给人家道歉。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。那这样，您不道歉，但是呢，您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，您看他会怎么办，行吗？老轩，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，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，但你跟那个江自流毕竟是几10年的交情了，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，咱就是去看看人家，是不是也应该呀？薛叔叔，您现在就去找他啊，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。我考虑考虑吧，啊。哎呦，不跟他说了，那我挂了啊，薛叔叔。哎。小雪啊，就是这位先生找姜老师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安徽宣城蓟县的宣永年。哦，您就是宣师傅。是。我爸经常提起您。你爸他在家吗？在家。哦，
哦，不过抱歉啊，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。哦，那就不打扰他，我就在这儿等等他。不用，宣师傅啊，我带您去茶室吧，去那儿坐着等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又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